最近，来自香港的曾经入选乐高名人堂的知名华人乐高 MOC 设计师雨季发布了一款路虎卫士，它的原型车应该是全球限量25台的路虎卫士 Works V8 Trophy 限定版。这款作品一共使用了3000多片乐高零件，长52厘米，高26厘米，重2.8公斤，属于大型旗舰款的作品定位。除了对原型车的复古外观进行还原以外，这款作品还有动态和静态2个版本。在悬架方面，不同于新款卫士的独立悬架 ，Trophy 限定版原型车采用的升级后的整体桥悬架，设计师也是对此进行了还原。其他功能包括两侧车门开合、尾门开合以及引擎盖开合。和此前我们评测过的香港巴士以及重型挖掘机一样，这款作品的版权也是被国产信宇，也就是悦创积木再次拿下。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款商品化套装的具体表现。先看一下包装，彩盒采用了手提式礼品盒的设计，正面是成品的越野场景渲染图，左上角显示了这款套装属于信宇旗下的雨季工坊系列，右侧则标注了套装编号、零件数以及8+的年龄定位，右下角标注了1:8的模型比例。彩盒背面除了成品另一个视角的越野场景图以外，还通过图示展示了一些设计细节，不过感觉对这款作品核心设计点的提炼并不充分，比如关键的悬架结构设计并没有在此进行任何的展示。另外，整个彩盒的重量也是达到了4.6公斤。打开彩盒，里面有2个零件分盒，所有的零件一共被分成了33个零件分包，8个大步骤。拼搭手册1本，厚度大概1厘米的样子，一共有563步，步均6个零件。贴纸只有这样的一小张，不过很神奇的是，在地上捡到了另一张贴纸。下面我们就一边拼搭一边看一下内部的设计，我们这里做的是动态版。前桥这里首先是转向结构，动力从4伏电机出来以后，直接通过一枚12齿齿轮驱动转向齿条零件，而这里的另一枚12齿齿轮则是用于确保转向齿条向前位移后仍然能够保证啮合。行驶动力方面，动力从 XL 电机出来以后，直接通过20齿齿轮驱动28齿的差速器，然后向两侧悬挂驱动桥方向传输。在两侧悬挂驱动桥位置还有一组3:1的轮边减速，因此前桥行驶动力的总齿轮比是4.2:1。在整个前桥模块的末端，设计师设计了一组28齿小转盘零件，用于和底盘大梁之间的连接。这里看一下后桥，和前桥不同的是，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2枚 XL 电机，动力出来以后，各通过一枚12齿齿轮共同驱动中间的36齿齿轮，然后向两侧悬挂驱动桥方向传输。在悬挂驱动桥位置还有一组20:12的齿轮组，因此后桥行驶动力的总齿轮比是5.0:1，相比前桥的4.2:1，在空转情况下，后轮的转速会比前轮慢16%。另外，设计师在这里是使用了一枚悬挂转向球零件，用于和底盘大梁的连接。完成整个底盘模块以后，我们来整体看一下。首先，大梁主要采用科技面板和后孔壁进行搭建，前后桥分别采用28齿小转盘零件以及悬挂转向球零件和大梁连接，可以实现比较好的扭转姿态。那接下来就开始搭建外观模块。在外观搭建方面，设计师大量使用了砖块零件进行搭建，也是一如既往的雨季的设计风格。这款套装的拼搭大概需要9到13个小时。在外观方面，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以砖块类零件为主，只是在车顶位置以及两侧车门等少量位置使用了科技件作为辅助。那这里我们也是找了一些原型图片来对比一下，对比下来，大家感觉这个还原度怎么样呢？以10分为满分，可以把自己的评分打在弹幕里哦。功能方面，首先是悬架回弹，测试下来前后悬架都没有问题，同时能够感受到这个悬架还是比较软的，也因此可以做出比较好的扭腰姿态。然后是两侧车门的开合、尾门开合以及引擎盖开合。那可以看到两侧车门开合过程中会有一点点干涉，不过关好了以后是严丝合缝的状态。另外，引擎盖的允许打开角度并不是很大。接下来我们就来做动态版的测试。首先，基本的行驶和转向测试下来都没有问题，并且这个车速也不算太慢。接下来是通过性，可以看到一般的崎岖路面以及通过一些适当高度的障碍物呢，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最后是极限爬坡测试。作为一款3000多片零件、重2.8公斤的大型越野车，想要取得好的成绩，可以说是难度不小。所以先来20度，完全没问题；30度、35度、40度、45度。那最终测试下来，它的极限爬坡角度大概在45度左右。相对于这个零件数和车重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性能表现了。在牢固度方面，首先底盘的牢固度是没有问题的。在外观模块上，因为主要采用砖块类零件进行拼搭，测试下来也没有发现有别于一般砖块类积木的异常偏松的零件或者模块。好啦，总结一下，通过我们之前拼过的一些雨季的作品，我们一直认为雨季是一位绝对的完美主义者，但是在拼搭过程中发现的，本来想吐槽一下的前后桥齿轮传动比不一致的这种不完美的问题，在最终看到出色的成品性能以后，不得不说雨季似乎还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当然，作为一款商品化的玩具，这款套装也存在一些小问题，包括拼搭手册和拼搭体验方面的问题。比如第46步，这2个悬挂驱动桥模块应该是镜像的关系。另外，第79步需要安装的这枚36齿齿轮应该移动到第84步安装，同时这里也不是很好装。两侧靠后位置的外观模块存在少量的重复拼搭步骤，以及因为外观模块上使用砖块零件搭建的模块比较多，所以有一些步骤在安装的时候呢，会出现小模块脱落的问题。另外还有零件以及零件分包方面的问题，主要是第374步和377步各有1枚零件，以及所有的13单位后孔壁都被放在了第8个大步骤分包里面。还有第348步的10197十字轴连接件，在手册中是黑色，而实物是深灰色。那基本上就是这些。好啦，那本期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